Hello， 大家好。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通过户外锻炼，高度近视下降了75度的一个主要的练习方法。其实准确来说呢，已经下降了125度了。因为第一轮100天结束之后，我去验光是右眼降了75度，左眼降了50度。那么第二轮100天结束之后呢，我已经又去验光回来了。在上次降完的基础上，右眼又降了50度，左眼降了25度。所以说我现在最新的度数呢，就是从右眼最初的750度，降到了625度。总共呢度数下降了125度。而左眼呢，从最初的575度降到了500度，一共降了75度。所以说通过这200天的户外练习呢，我整体的这个度数下降幅度还是挺明显的。今天呢，就把主要的练习过程分享给大家。那么上一期视频当中我也提到了，就是我结合了很多人提到的方法。首先呢，第一步呢，就是一定要去到户外。因为我之前也提到了，户外光呢，它这个强度比室内要强几十倍、上百倍。我们都知道晴天的时候呢，户外光能高达上万勒克斯，而在室内一般最亮的灯光呢，强度也不到500勒克斯。所以说这个光照的强度对眼睛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到户外去练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朝阳对眼睛比较友好嘛，所以说我们要到户外朝阳的情况下去练习。如果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太阳升起的比较高了的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在树荫处练习，或者是背过身来背向太阳去练习。那在树荫里或者背过身去呢，这个阳光强度也能高达5000左右勒克斯。那这个强度对眼睛也是有比较良好的促进康复的作用，但是又不会过于强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个练习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这个预备式吧，就是先醒目。那我们知道在户外锻炼的时候呢，练习眼睛的时候呢，是不能戴眼镜的。那我现在就摘掉了，可能看镜头就看不太清楚了。好，第一步呢，就是先搓手9下，就是让这个你自己的这个气流通起来，然后把手搓热之后，用这个自己搓热的这个手去捂你的眼睛。那这一步呢，之前有朋友就问，就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热毛巾代替？这个是不推荐热毛巾的因为我们说你用双手去搓的时候呢，它这个温度是差不多就比你体温稍高一点点。这个温度呢，对眼睛是比较友好的，那也不会烫伤嘛，因为外物或者是热敷的眼贴呀，它有的时候温度过高，其实对眼睛，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去搓。我每次呢都是就是搓9下，然后去醒目。那我们开始了，1、2、3、4、5、6、7、8、9。好，这样放在眼睛上，慢慢的滑到两边，这样1、2、3、4、5、6、7、8、9。第一步就是醒目。那第二步呢，就是把手也是差不多搓9下，然后放在后腰，也就是肾腧的这个位置。同时呢，嘴里发出这个嘿的音。其实这个音呢，就很像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这样叹气的那个感觉这样。在做这个的过程中呢，我有结合倪海厦老师说的，他提到的6字诀里边当中有讲这个肝脏排毒的这个嘿之后呢，快到结尾没有声音的时候呢，他建议是把眼睛瞪大，就是有点怒目圆睁的这个感觉。因为肝开窍于目嘛，所以你去瞪眼本身也是对肝脏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就是这样9下。然后接下来呢，
如果你的手还不累，就一直保持着放在肾腧的位置上。如果你觉得累了呢，就可以双手自然下垂，这个也是没关系的。那我们第一步正式开始呢，就是顺时针转眼睛36圈，还有逆时针36圈。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就好了。那大家注意的点呢，就是说在转动的过程中呢，不要这样去晃脖子啊，头是要保持不动的，目视前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转的过程中呢，一定要缓慢转动，尤其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因为平时缺乏这个眼睛的这个锻炼嘛，所以说会比较僵硬。也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是慢一点转。然后第3点要注意的呢，就是说在转的过程中呢，要极力而视，也就是说看到极限，慢慢的。其实我们做这个体育锻炼的时候，大家也能感觉到吧，像我们做引体向上哈，就是说如果你慢下来，能在任何地方随时停止的话，这个其实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肌肉控制力的。那转眼睛也是一样的道理，当你慢一点去转的话呢，你眼部所有的大筋呢，还有肌肉才能真正的起到锻炼的作用。那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转咯。向右，然后缓慢的向下，然后向左，然后再向上，这是一圈。就是这样的。在转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向上看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额头平整，然后单纯的用眼睛向上看啊，这样极力而视，每一步都要慢，是这个样子的。那逆时针的转法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不做展示了。接下来是第2步，从左往右看。那在这个过程中呢，视线一定要从左啊，然后这样的慢慢放出去，然后再慢慢的回到右边，就有点像是一个圆形那个感觉吧，就是那个保持着那个半径不变的那个样子啊，让你的视线完全的这样看出去，再收回到右边，这样算是一遍。好，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也是先向左极力而视，然后慢慢的向前看出去，然后再慢慢的转向右边，可以停顿1-2秒，然后这样是第1个，然后我们再回到左边，再这样开始第2遍就可以了。然后从左往右看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转动脖子啊，永远保持头是正正的看向前方，然后只通过转动眼球，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锻炼那个控制眼球的那个肌肉的这个作用。然后第3步呢，就是从上啊往下看的过程中呢，不要用额头用力。那其实这一点呢，看出去就跟从左往右感觉是一样的。从上往下的时候呢，不要这样直接从上就直接这样跳到下边，其实这个眼球相当于走了一个捷径吧。那真正的看法呢，还是应该从上，然后呢慢慢看向远方，看出去，再把它看回来，也相当于是一个半个圆的那个感觉啊。好，我们开始，先看上，然后慢慢的这样看到中间的时候，把这个目光送出去，然后再一点点这样看到下边，要看到极限，保持差不多1到2秒钟，然后这是第1遍就结束了，这样重复36遍。然后第4个呢，就是斜着看啊，就是米字的那个斜的那2笔啊，那我们就也是展示1遍就好了。我们展示从左上到右下的这个方法啊，也是从左先把目光放在左上方之后呢，保持极力啊，然后不要皱眉头，也是把目光慢慢的平视到前方，看出去，再把目光慢慢的收回来，收到右下角，这样停顿1-2秒钟，然后这个算1遍，这样重复36遍。大家有没有在练的过程感觉到，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目光停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明显能感觉到那个筋，控制眼睛的大筋是有点酸胀感的，其实这个才真正的起到了锻炼的作用。也是这样重复36遍，然后从右上到左下是一样的，也要重复36遍。那这个全部都练完之后呢，其实你这样慢慢的去练啊，练到这儿至少都已经有30多分钟了。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后边的大筋真的是非常的酸的。如何判断就是说我这个转动啊，这个力度够不够，我这个连接啊眼睛的这个大筋有没有真正的锻炼到呢？其实大家我们可以不妨试一下啊，比如说你视线啊，我们现在就从左看到右，你可以把手搭在这个后脑勺这2条大筋的位置啊，你可以轻轻的放上去，然后呢你慢慢的把视线从左转向右啊，你看一下你能不能感觉到这个筋在轻轻的随着你的视线在转动的感觉啊，来体验一下。我是能感觉到，就那个大筋就真的随着视线这样一点点移动到右边，那其实这样就证明你的力道是对的。那这4项呢都练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收工的动作，双手搓热，差不多我每次都是搓9的倍数。如果天特别冷，在外边手比较凉的话呢，我就可能会搓36下，搓到手微微有点热，然后呢再这样去搓耳朵。那这个搓耳朵呢，其实也是有玄机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形状，因为那个中医里讲究这个取类比象，我们把耳朵这个整体的形状看一下，是不是有点像一个还没有出生的那个 baby 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个形状。所以说那最下端呢，耳垂的这个位置其实就特别像是一个那个 baby 的那个头在下边，对吧？这样身子蜷缩着，所以呢这个头呢我们都知道啊，按揉一定要是从上往下，所以说既然这个地方呢是有点像那个小 baby 的头部，那我们在按耳朵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就是从这个耳垂，然后这样一直往上这样去捏过去。可以这样捏啊，就是2个手交叉的，这样是可以的，这样会比较快。这样按揉36下哈，这样1、2、3、4、5、6、7、8、9，这样36下啊。给大家具体看一下啊，就是说这样2、2、3、4、5、6、7、8、9，这样一遍一遍的，这样外轮廓揉完之后呢，再揉这个内轮廓，这样就是保证每个地方都揉到。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肾开窍于耳嘛，这样你揉完之后，本身对肾脏就是一个很好的滋养，而人的这个眼睛的视力呢，也无外乎于这个肝和肾在调控。所以说把你的这个根源先补足了之后呢，你才能有更好的视力。而且我还发现这个揉耳朵有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冬天的时候女生的脚一般比较容易凉嘛，我发现我在晚上睡前的时候，如果揉一揉耳朵，差不多就是揉到30几下的时候，就是脚心就会热起来，就是比捂那个热水袋还好用，推荐大家去试一下。另外呢，就是睡不着的时候也这样去揉揉耳朵，也是差不多揉到30几下就会打哈欠，然后很快就会有睡意，就能睡着了。这样去揉36下。然后呢，第2步收工的动作呢，就是把手也是先搓差不多36下，然后呢用你的左手盖住前额头，然后视线呢就留一半的感觉啊，就手轻轻搭在眼球上就行了。然后右手呢放在后脑勺的这个位置，这样去按揉大筋。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当你的视线就是说盖住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视线突然就清晰了很多。那么这个眼球呢，你轻轻的往里推一点点，也会发现好像近视减轻了，证明你通过锻炼这个视力是能恢复的。好，那后边揉大筋呢，也是说给这个眼睛在放松啊。那我们就来试一下，也是36下，我们就做9下好了啊。1、2、3、4、5、6、7、8、9。然后呢，就是左右手换，手搓差不多36下呀、18下都可以。然后再用右手放在额头前，左手放在后边，这样去搓9下就可以了。这就是我去锻炼眼睛的一个整体的步骤。
在第一轮的过程中呢，其实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差不多每隔2-3周就给自己打气一次，因为毕竟现在主流的这个医学界啊，眼科医学界都说这个近视不可逆嘛。虽然说看了那么多不同的声音，但是呢，这部分声音又太微弱了，就不足以让你完全消除各方面的疑虑吧。所以我也是一边试验，一边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傻，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啊？就这样一边怀疑自己，但一边呢又给自己打气说反正就100天嘛，对吧？如果成功了呢，我觉得这个对整个人类这都是非常大的贡献的。因为毕竟现在近视的人太多了嘛，全球已经有差不多35亿人都近视了。那么即便不成功呢，也可以把这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此路不通确实试验过了，真的不可以。就是说无论结局怎么样，这件事情本身都有意义，所以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加油。就是我自己也反反复复在练到差不多第80多天的时候，我有一天站在一个比较远的地方看向公园的那个时钟，突然就有那么一点点清晰了。就是平时我站在那么远，如果不戴眼镜的话，那整个钟面的时间我是完全看不见的。但是那一天突然有那么一点点清晰，而且就是以前看远处的人都会是模模糊糊的一整片，然后那几天呢就明确的能感觉到整个人的轮廓变得具体了，就是胳膊是胳膊，腿是腿，然后四肢能看得比较清楚，然后整个身子是一块儿，这样就是明显比以前清晰了。所以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去验光但是我也比较有信心，我知道这个近视的度数肯定在下降。所以第一轮去验完之后，就右眼这个度数下降了75度，左眼下降了50度。当时呢就是有惊喜，也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反正就是很复杂的心情。而且第一轮坚持起来是最难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数据可以参考，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成功的先例在前面嘛，所以就会一直犹豫。但是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我坚持的第2轮100天，我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觉得都没有那么深刻的事情了。因为你明确的知道有效果之后呢，你的信心就很足了，而且就是说，无论刮风下雨你冲出去的这种意愿也更强烈了，就是更能克服困难去外边锻炼了。那也果然是没有辜负我的期待，第2轮呢也持续右眼左眼分别下降了50度和25度，所以这个锻炼眼睛的办法呢是真的还挺有效的。那么对于这个近视，大部分专家所持的意见就是说，不可逆的这个前提条件呢，就是说你保持着这个持续用眼过度的状况，但是你不做任何改善的话，那这个是绝对不可能自然恢复的。但是呢，当你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给你的眼睛充分的休息和锻炼的话，至少我通过过去的这200天验证了它真的有效。所以呢，我现在已经进入第3轮的这个锻炼了，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4天了。那到第3轮100天的时候呢，我也会继续去验光，也会把这个后续的情况反馈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后边会把我第1轮100天，差不多分成5次吧。差不多以20天为一个单位，把每次锻炼完之后的这个明确感受到的变化呀、感受呀，还有一些个新的体验呢，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好的呢。